眼前这辆不是在报废厂，就应该是去往报废厂路上的丑陋汽车。曾经的销售量却达到了数百万美元。它拥有顶尖技术的 1.6 升发动机，并搭配具有赛车风格的悬架和刹车，使其在弯道中快如闪电，让车子时速可达120英里，0到60英里只需要8秒。这对于1973年来说，这些数据远远领先于当时的时代，一度受到了英国人的喜爱。可现如今这么优秀的车子现存量却少得可怜，不是已经在报废厂，就是在去往报废厂的路上。然而在凯旋白云石50周年来临之际，车子的价格也在不断的攀升，这让二手车商的麦克看到了商机。他经过了多方的打听，终于在克里斯这里找到了线索。他这些年来一直买卖改装凯旋白云石，所以麦克来此看看有没有漏可捡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满院子的凯旋都不卖给他，只有角落里的一辆没有修复的车子愿意匀给麦克。这辆车很多地方的颜色都不对不说，车顶的修补还如此的粗糙，甚至连车内的装饰也不堪入目，这些都让麦克有点打退堂鼓。不过当他看到引擎时，却眼前一亮，这是原装首批16气门量产的发动机，瞬间让他对这辆车有了兴趣，迫不及待地将车子开出去试车，却没想到车子的性能如此的好，动力也非常的足，开起来就像一头野兽一样。这也许就是当年这台车的魅力吧。当麦克还在尽情享受极速的快感时，在换到旧的超速档却发生了问题，完全没有任何反应，所以这个问题是必须解决的。不过这也是麦克讲价的有利条件。当他把车子开回去后，就和车主说了一堆车子的毛病，重点说出了超速系统的问题。当车主开价1万英镑的时候，麦克果断杀价到6000，在2个人几轮的讨价还价后，最终以6250英镑将这辆凯旋汽车买了下来。这时的麦克笑得嘴都合不上了，他认为这个价格简直太便宜了，因为有猫王在，那个超速系统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，所以这次将会是一个赚钱的项目。麦克将车子火速地开回了工作室，给猫王讲解了一下车子的具体毛病。他们不仅要修复车子的顶棚，还要去购买一些内饰板，然后座椅也得要更换，最后还得将车上不同的颜色恢复成蓝色。这些对于猫王来说简直都太简单了。他先将车子的引擎盖拆了下来，然后拔掉了上面的油管，接着就将车子升了起来。他要检查一下车子的超速系统，因此他找来了车厂的员工来帮忙，让他在车上按下变速杆上的开关。猫王则在下面听电磁阀启动的声音，竟然没有任何的反应。这就的猫王进一步的检查，于是就将万用表拿了过来，准备检查一下开关的线路是否畅通的。结果检查是正常的，那么就意味着问题是在里面了，应该是螺线管本身出了问题，所以猫王要将其拆下来做进一步的检查。而这时的麦克也没有闲着，他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购买到车子内饰，因为当时在购买车子时，车主说需要任何内饰可以找他，所以麦克就再一次的来到了车主这里，用了250英镑购买了所需的内饰。没想到转了一圈，还是把钱花到了这里。没办法，谁叫这车的存世量太少了呢？而这时车厂内的猫王将车子送去了喷漆，并顺便把变速箱拆解了下来。他要在这个时间段把超速的问题解决好。猫王本希望这是一个简单的修复，可当他从电池直接提供12伏电压到终端上，依然没有反应，这就证明它是坏的。所以猫王要将其拆下了来，更换一个新的。可在拆解的过程中发现，过滤网上存在着大量的渣子，甚至在帽子下面的2次过滤器也都存在着微小的颗粒，这都是多年来磨损造成的。所以猫王需要用细刷和少量的刹车清洁液，清除掉数10年来的污垢。等这些都清理完成后，猫王还要安装新的端部密封件，更换外壳和清洗过的过滤器，最后再将全新的电磁阀安装上去就可以了。再次连接上电源，就听到了嘎哒嘎哒的声音，这就证明整个超速系统是完好的了。而接下来猫王就开始处理化油器了，因为麦克在开车时化油器存在供油的问题，所以猫王决定将其清洗一番，并且对其进行升级，让其可以使用E10燃料。因为在2019年9月，E10燃油成为了标准等级的英国汽油，它的不同之处在于乙醇含量为10%，而旧的燃料中是5%。希望这个改变能减少一些车辆的二氧化碳的排放。而这次升级的全套套件仅只需300英镑，这样的升级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。而这时喷完漆的车子被麦克送了回来，现在整个车子再也找不到破旧的影子，因此猫王也找来了好友李，他是一个乙烯机车顶的专家，拥有着20多年的装饰经验。这个乙烯机车顶最初是在20年代时流行的，它会让硬顶看起来更像理想的敞篷车，甚至在70年代时也非常的受大家的欢迎。所以麦克和猫王也决定尝试一下，找一找70年代另类的感觉。可像这样的技术也不是一般人就可以的，正所谓专业的事要专业的人来干。等专家将车顶涂满胶水后，猫王3人就把车棚拿了过来，根据之前标好的点按下去，然后从中间向外赶气泡，接着把边缘也涂抹上胶水。经过风筒的加热，修剪掉多余的部分后，乙烯机车顶就完成了。而这时麦克也把重新镀铬的保险杠也拿了回来，重新镀铬的套件就像全新的一样。安装上去后，这台1973年的凯旋就修复完成了。他们迫不及待地开着车子去试车，
准备和墨西哥对比一下赛道上的体验。虽然车子表现的性能不错，但是照比墨西哥，白云石还是逊色了一些。不是猫王的技术不好，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要知道墨西哥要比白云石贵了不止1倍，所以能有这样的表现还是很优秀的。而这次购买车子花费6250英镑，超速修复购买的阀门104，新的内饰是250，化油器的升级消费了288，还有那个专家弄的车顶520，再加上重新镀铬的600和重新喷漆的1800，这次总共费用是9812英镑。而迈克这次的宣传价格是13750英镑，他认为这个价格非常的合理，所以很快的就迎来新的客户，是从利兹千里迢迢的赶过来的。之所以这么远来买车子，也有着他的故事。因为17岁时他就拥有过一台同样的车子，不过在多年以后不得不卖掉车子去买房子，这一直是他内心中的痛。所以当他看到迈克上架的车子时，就千里迢迢的赶了过来，价格也没讲，就以迈克说的价格成交了。那么这时问题来了，买这辆车的人是为了情怀呢，还是真的觉得这辆车好呢？说出您心中的看法。